喂。哎，喂，你好，杨默，你好，我是瑞典，诺贝尔奖，在斯德哥尔摩，这个就是给您打过来的一个电话啊，您现在说话方便吧？啊。方便我方便方便们这诺贝啊。尔发奖呢是有每年的都有一个传统的习惯，就是给新的这个文学获奖者呢有一个这个也问一些问题。首先呢，祝贺您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谢谢谢谢。啊，是，首先想问您一下，您是什么感觉？您这个听到这个消息？我刚听到这个消息，感觉到很惊讶啊。嗯。因为我觉得这个诺贝尔文学奖离我很遥远。哦，太好了，非常的高兴，就非常的祝贺你啊。那谢谢谢谢。就是您获奖之后呢，就是非常多的我们的这个全世界的这些大学生啊，那么他们都会要来读您所写的书，想请问您一下，您有什么好的推荐？是哪些书可以推荐给他们，可以阅读的？我希望他们可以先读一读我的那个今年刚在瑞典出版的《松子疲劳》这本书，嗯。然后再读一读什么《红高粱》松乳肥臀》这些书。哦。可以先读一读《松子疲劳》，因为这本书比较全面的代表了我的写作的风格。嗯。以及我在这个小说艺术上所做的一些探索。嗯。呃，那我呢，就是还想就是问您一下，就是您小时候啊，是受什么样的，就是有什么样的就是事情影响你成为一个作家？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读书由于读书多了，就然后引发了这种对文学的这种强烈的兴趣。当然，当我拿起笔来开始写作的时候，我首先感觉到我有很多的话要说，有很多的话要说呢。我想通过这个文学的方式，是一种最有力量的，也是一种最自由的方式，所以我就开始写作啊。当然也包含了，就是我希望通过写作来证明我自己，通过写作来改变我个人的命运。嗯。您获奖的就是这本书，就是呃就是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就这次参加这个诺贝尔，就是您获奖这本书，是有什么主题啊，还有什么主旨啊，还有怎么让我们就是很快的能够进入您这个书的结构？我想这个诺贝尔文学奖，它好像也不是授给作家的一本书了，是不是应该根据这个作家的全部的创作应该是的，应该是的。当然，我想刚才我推荐这个《松子疲劳》这本书，那么我想这第一个这本书是对中国的一个历史和现实的重大问题的一种思考，嗯。土地问题、农民问题。嗯。第二个，我想这本书采用了一种这个东方式的一种超现实主义的写法。在小说里面，这个人可以在人跟动物之间自由的变化，然后通过动物的眼睛来观看了中国最近50年来的这种社会历史的一种变化。再一个，我想在语言上也进行了大胆的试验，力中用一种最自由的、最没有局限的语言，来自由的表达我内心深处的一些想法。嗯。所以我觉得这本书是对社会现实的关注、跟艺术探索的、跟文学创作的一种比较完美的结合，比较统一的结合。嗯。那想再问一下，是什么灵感促使您这本书写得这么快呢？
首先是这本书是基于现实生活的就是我童年的时候，大概6、7岁的时候，在我们这个学校的旁边就有这样一个这个农民他以个人的力量跟这个整个的社会跟集体化、人民公社化、集体化这么一个社会运动想做对抗，是吧？一直坚持到最后那么历史证明他的坚持是对的，他的这种坚守的这种个人的社会的对抗是这个应该是站在了一个历史的正确的方面那么这样一个人在当时那个社会情况下就显得非常的异端，非常的另类被当时的很多人视为一种怪物骂他的打他的是吧？但是他为了坚持他自己的观点做出了巨大的牺牲甚至他的家人，他的儿子、他的女儿都跟他分道扬镳，跟他分家了，是吧？但他依然没有屈服。那么最终在这个历史的生活过程当中，证明他是对的。我走上写作道路之后呢，那我觉得这个人物迟早会进入我的小说。所以这本小说尽管写得非常快，我写初稿的时候只用了43天了但是这个小说这个人物在我的头脑里边应该是思考了几十年所以思考的非常成熟，写的非常快好，想问您一下，您怎么庆祝这个您获得这个诺贝尔奖啊？没什么好庆祝的。我想明天晚上我会跟我的家人在一起，我们包一顿饺子吃吧。好。因为我最希望吃的就是吃饺子所以我们包一顿饺子吃。对，每年的12月10号都是我们瑞典诺贝尔发奖日。您会亲自来领奖吗？我一定会去的。好，那我是演奏钢琴的，我是非常希望到时候能在瑞典见到您啊。那好，非常祝贺您。那我们到时候在瑞典见好吗？瑞典见。我叫双燕，冬天里的6把火，您记住我的名字。对了，好，好，再见。好。